你会说中文的脏话吗？你是不是觉得说脏话很有趣，所以学了一些不太好听的中文脏话呢？但是你知道吗？一个外国人在台湾或中国的公开场合骂脏话，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你平常很喜欢说脏话，那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可能会帮你避开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Hi，I'm Elena. I've been a Mandarin teacher for over 15 years, teaching everyone from big corporations to major universities. I truly believe immersion is the key to fluency. If you want to improve faster, join my free newsletter at makingsenseofchinese.com for useful lessons to help you speak more naturally. Now, let's get back to today's lesson. 外国人在台湾或中国的公开场合骂脏话，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先来看看在言论自由的台湾是什么情况。去年在 YouTube 上爆红的中文比赛节目《中文怪物》，捧红了很多中文实力很强的外国人，其中有几位参赛者在节目中当众骂脏话的画面被摄影机捕捉到了。那台湾网友的反应是什么呢？这篇新闻报道指出，法国参赛者在比赛中因问不到答案，脱口而出三字经，吓到一旁的日籍参赛者，引发不少网友挞伐。三字经在这里指的就是脏话。引发不少网友挞伐的意思是，很多生气的网友在网络上批评他。另外一位在台湾大学就读，因为中文非常流利而爆红的陈安阳，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说过不少脏话。那网友们怎么说呢？我都数不清陈安阳讲几次脏话被消音了，可以不要丢台大的脸吗？消音就是把原本的声音拿掉。你在电视上应该看过，有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就会被用“哔”的声音盖掉，像这样。还有一位网友在他的脸书留言，很真实地说出了很多台湾人的想法。喜欢中文的你，应该要知道，说脏话其实会让大部分人反感。虽然嘴上不说，但会在心里扣你分，甚至直接跳过你。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传统文化上，大家还是无法接受出口成脏的人。出口成脏是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是
出口成章的谐音。出口成章是指说话很好听，很有内容，但是出口成脏刚好相反，是一开口就说脏话，形容一个人说话很粗鲁。在传统中华文化里，如果一个人常常在公开场合说脏话，通常会被认为很没有礼貌，也很没有教养，而且听别人说脏话，很多人会觉得被冒犯。这一点，不管是听台湾人还是外国人说脏话，都是一样的感觉。所以台湾人听到外国人说脏话，并不会觉得很有趣，反而会在心里默默扣分。扣分是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原本是指考试的时候答错被扣掉分数，在这里指的是对某个人的评价变差。例如，你看到一个帅哥或美女的房间非常脏乱，你是不是也会对他扣分呢？再加上外国人在台湾本来就比较容易被注意，你的行为多少也会影响别人对你国家的印象。现在你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台湾网友会对在中文怪物上骂脏话的外国人这么生气了。对了，如果你还没看过中文怪物，可以参考第76集的节目，我在那堂课里有详细的介绍。除了让人感到反感，其实在台湾公开骂脏话，严重的话还可能会违法，例如被罚款，甚至被判拘役。拘役是一种短期的坐牢，虽然时间不长，但还是会被限制人身自由。根据台湾刑法第309条规定，公然侮辱他人者，处拘役或9000元以下罚金。简单来说，如果你在公开场合用脏话骂人，就有可能会被罚钱，甚至被关起来一段时间。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很多台湾人平常会说脏话，但很少人在公开场合用脏话骂别人。那在中国呢？中国当然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从2026年开始实施，其中第50条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毁谤他人，可以被拘留或罚款。这里的拘留和刚才的拘役很像，都是短期失去人身自由。公然侮辱他人，就是在公开的场合用脏话骂人，在中国也常叫做粗口。
另外，在网络上骂人也可能犯法，因为网络是公开的空间，大家应该都听过一些因为网络霸凌而造成的悲剧。霸凌就是欺负别人，网络霸凌就是在网络上用言语攻击别人。根据中国刑法第246条，如果情节严重，公然侮辱他人，可能会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留。也就是说，如果因为你的言语让对方受到严重的伤害，甚至发生悲剧，你可能会被关进监狱，或是必须赔偿一大笔钱。2024年，在中国海南就发生过一起相关事件，一名女子因为停车问题和一名男子发生争吵，在过程中突然倒地，之后再也没有醒来。最后法院判决那名男子需要赔偿家属将近15万元人民币，大约2万多美金。虽然这名男子并没有碰到女子，但是法官认为他在争吵的时候使用了语言暴力，所以应该对这场悲剧负一定的责任。以前你可能觉得学中文脏话很有趣，现在你应该可以理解，在台湾和中国最好不要出口成脏。那如果真的遇到让你很生气的人，想用中文发泄情绪，该怎么办呢？你可以去看第65集的节目，我在那堂课里分享了一些比较安全的表达方式。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r Chinese a nice boost. You can get the lesson transcripts with Pinyin and Zhuyin, a Mandarin vocabulary database, and other study materials at makingsenseofchinese.com/EFP. Ready for the next step? Check out this playlist and keep learning with me. See you there!